中国真正想打破的，可能不仅仅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而是想打破一个困扰人类几千年的老剧本：强国崛起、旧霸主恐惧、双方猜忌、阵营对抗、军备竞赛、擦枪走火、全面战争。这个剧本人类已经演过太多遍了。雅典跟斯巴达演过，欧洲列强演过，一战演过，二战演过，冷战又演了一遍。难道到了21世纪，人类还要继续把这部老电影重拍一次吗？而且这一回还是 4K、8K、IMAX 版本，那就真成了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来没有真正从历史中吸取到教训。所以真正值得我们期待的，不是中国什么时候成为新的霸主，而是中国能不能证明一个国家可以足够强大，却不必靠战争来证明自己的强大。美日乌、北约、印度 ，US 中俄朝伊伊斯兰阵营，第3次世界大战的大集团对抗真的会到来吗？同志们，本期视频咱直接把第3次世界大战这5个字拍桌子上。当今世界，美国卡死伊朗，进退两难；日本疯狂学习乌克兰战场经验，各种挑衅熊猫底线，并喜提战犯神社；欧洲呢，忙着军援布局。中东推出麦加防务协议，抱团取暖；中国歼16全套空战体系，跨越6000公里，空降埃及军演。于是很多人一拍桌子，阵营分好，3战马上开打。美方阵营美日乌北约印度，我方阵营中俄朝整个伊斯兰世界。听起来是不是热血炸裂，爽感拉满？我实话实说如果国际政治真的是简单的两边对线，外交官早就全部失业了。今天咱们聊一个比3战更深刻、更颠覆认知、决定未来10年国运的真相。世界已经悄悄进入了全球化战国时代。首先，战国时代不等于马上世界大战，真正的大变局不是全球一刀切分成2大阵营排队开战，而是旧的单极秩序彻底瓦解，全球进入多中心、多博弈、多合纵连横的复杂乱世。过去全世界碰到事儿只问一句美国怎么看，现在所有国家会问美国怎么看，中国怎么看，俄罗斯怎么看，我自个儿怎么选。选择权不再掌握在一家手里，这就是新时代的本质。而这次文明之鹰2026歼16 6000公里远征埃及，就是看透这场大变局的最佳窗口。很多人只看见6架战机飞出国门，很帅很霸气，但你没看见的是这6架战机背后飞出去的是中国远程投送能力、体系作战能力、跨国外交协调能力、权益保障能力。更离谱也最高级的一点，我们飞了6000公里，大张旗鼓出境，压根不是为了卖飞机。这就说到我们上边提到的中国怎么看，答案就藏在修昔底德定律。我是白放大招，欢迎来到老友记。战国策有言，事易则事易，事易则备变。什么意思？时代变了，事情就变了，看待事情的思路也必须跟着变。今天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过去冷战那种简单非黑即白的2元对立，我们正在踏入一个叫做全球化战国时代的大变局当中。什么叫全球化战国时代？春秋尚有周礼约束诸侯，大家打仗还要讲规矩、讲道义。到了战国呢，周天子名存实亡，旧秩序外壳还摆在台面上，但是规则已经压不住欲望。列国合纵连横，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实打实的利益博弈，金融、能源、军事、外交全部拉上战场，这就是我们当下的现实世界。但是注意战国时代不等于马上就要打第3次世界大战，这是绝大多数网友最大的认知陷阱。很多人看到中东火药桶冒烟，美伊拉扯，日本疯狂扩军，就直接高呼3战将至。孙子兵法开篇第一句，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打仗是赌上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不是短视频里边敲敲键盘拉个阵营名单就能草草定下来。本期视频咱抛开热血爽文剧本，回答3个灵魂拷问。第一，文明之鹰2026整套中国空军远征埃及对中东意味着什么？第二，这一场军演对西方对美国又意味着什么？第三，这盘大棋对于我们中国又在谋划什么？同时我们还要扒开一层迷雾。现在美债高悬，日债濒临暴雷，美国在伊朗进退两难，打也不是，撤也不甘心。
日本呢拼命跑学习乌克兰战场经验，两个债务大山压顶的国家会不会想发动战争来化债？战争真的是一笔可以抹平债务的买卖吗？日本有没有可能化债把自己彻底给化没了？咱们先回到这场轰动全球的空中出差，先破除第一个全网最大的问题：歼16飞到埃及是要卖给埃及。直白的告诉大家，歼16属于国内核心涉密装备，压根儿就没有外贸版本。网上流传的埃及100亿采购歼16大单，纯属是流量噱头，听听就得，千万别当真。那问题来了，既然不卖，我们何苦兴师动众，整套体系跨越6000多公里，飞9个小时，穿越多空领域，耗费巨大成本跑到埃及？难道就是飞行员想去金字塔打卡旅游吗？当然不是。很多朋友只看见 C 位出场威风凛凛的歼16，却忽略了整个编队里面那些配角大佬。现代空战早就不是单打独斗的武林高手单挑比武。荀子讲，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与物也。一个人的本事再强，也比不上一套完整体系的力量。歼16是什么？攻坚铁拳，制空对地对海多面手。业内不再叫它炸弹卡车，而是能力卡车。前舱负责飞行决策，后座相当于塞进飞机里边一个空中参谋，处理海量情报，对接预警机、电子战，成为空中一个独立的战术节点。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后座革命。一个飞行员根本扛不住现代空战爆炸式的信息压力，两个人分工才能够把体系的威力完全释放出来。光有铁拳还远远不够，空警500是空中大脑，全域感知，统筹调度整个战场。运油 20A 不是空中加油加血，它同时承担空中指挥协同枢纽。特种电子战机负责电磁对抗，捅破对方的雷达跟通信。运输机保障后勤，直升机负责战斗搜救。一整套完整现代空战体系完完整整搬到北非沙漠机场落地，快速卸载，快速准备，落地直接开展实战联训，不是摆拍作秀，是实打实的异地实战练兵。这就不得不说起埃及这个国家，地理位置到底有多妙？一脚踩非洲，一脚踩亚洲，扼守苏伊士运河，掌控红海、地中海交通要道，是世界棋盘上一颗至关重要的钉子。咱们客观聊聊埃及空军的现状，说出来有点搞笑，堪称万国装备展览馆。手里攥着 F-16阵风米格 29M， 纸面账面实力华丽的吓人，可现实很骨感。各个国家装备数据链互不兼容，各玩各的，体系割裂，很多装备版本还被做了限制阉割，想发挥完整战力难于上青天。是不是想到印度三哥？这一会儿文明之音2026演练科目根本不是花里胡哨的飞行表演，全部硬核干货，空战对抗、制空争夺、战斗搜救、远程兵力投送，说白了就是带着埃及实打实体验一把什么叫做完整信息化体系作战。这儿就来了第一个核心的问题，这场军演对中东究竟意味着个啥？过去几十年，中东很多国家玩的是一套买装备求安全的老剧本，花钱采购西方武器，把自身国家安全寄托在大国庇护之上。结果是什么？一旦得罪金主，装备直接断供，升级权限锁死，手里高价买来的武器瞬间变成一堆废铁，处处被人卡脖子。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签署以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走到一块，模仿北约模式建立起集体防御框架。埃及更是被点名邀请加入的潜力候选国。伊斯兰世界开始摒弃过往的内部矛盾，谋求战略自主，不想继续把命运交到别人手上。而中国空军整套体系来到埃及，对于整个中东、北非、阿拉伯世界，就是一次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样板间。以前西方军贸就是一锤子买卖，卖你飞机，卖你导弹，货交给你，后续呢看心情。我们现在玩的是个啥？卖国防能力，卖整套解决方案，战机、预警、加油机、电子对抗、防空系统、弹药、维修工厂人员培训，全套维护保障，打包交付。就好比以前卖你一把宝刀，现在把刀给了你，刀法、教练、后勤补给、维修保养全部一站式配齐。注意这回我们并不出售歼16，但是歼16充当顶级活广告，真正瞄准外贸市场是歼10CE，还有歼35AE 隐身战机。很多海湾国家拿不到 F-35，急需5代机破局，歼35AE 就是为数不多现实选项。中东国家全程给我们机队开放领空，
一路绿灯放行，是不是代表全部站队中国，彻底跟美国翻脸了？如果你真这么想，只能说太天真了。用8个字总结中东诸国的生存智慧：鸡蛋绝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美国在中东经营几十年，军事基地、安全框架根基还在，这些国家不会无脑反美，但是他们吃过太多被西方卡脖子的苦头，所以一边维持跟美国合作，一边积极拓展多元伙伴，争取自己战略主动权。这也就是战国时代列国生存之道。孙子兵法讲：善战者，求之于事，不责于人。成熟的国家不会把国运压在别人的庇护之上，而是自己去创造有利的态势。6000公里远征对中东的深层改变，不是一夜之间全部倒向我方，而是打破西方对高端空战训练、现代国防体系的垄断。中东国家亲眼看见，除了欧美，还有另外一套完整可行的现代化国防方案摆在眼前。我不一定马上买，但是我多了一个重要的选项。这就是文明之音2026留给中东最珍贵的礼物。说完中东咱们再看第2层，这件事对西方、对美国意味着什么？西方军事观察机构眼睛死死盯着这次联训，心里五味杂陈。过去洲际完整体系投送长期是西方大国专属绝活，想要跨大洲到万里之外，把预警机、加油机、重型战机、电子战机整套作战体系拉过去，落地就能打仗。这是一套极高的大国门槛，绝大多数国家连门槛都摸不到。以前美国的快速猛禽可以把 F-22快速部署全球各个角落，现在我们的快速潜龙已经横空出世，跨越6000多公里，落地北非，完成整套敏捷部署、远程投送、体系作战的大考。这件事刺痛西方的关键点不在于几架歼16飞过去，而在于这套玩法证明中国已经具备把一整套现代空战体系投送到遥远异地的实战能力。苏伊士运河这个全球命脉节点，不再仅仅只有西方的军事力量可以抵达。美国现在本身就深陷巨大的泥潭，咱们把镜头转向美伊博弈的困局。当下的美国正站在两难的十字路口，到底要不要全军出击登陆伊朗，大打地面战争，还是接受伊朗近乎战败条件的谈判，体面止损撤军？两种选择各有各的损。如果大举地面进攻伊朗，那就是一场巨大的消耗泥潭。孙子兵法地形篇讲：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长途远征深入他国腹地，后勤伤亡、财政消耗会直接爆炸。历史上，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已经交过天价学费，可如果选择接受条件撤军，等于对外展示威慑力受挫，国内舆论、军工复合体、盟友信心都会遭受重击，进退维谷。典型的如曹操口中所言，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屋漏偏逢连夜雨，美债这座大山压在美国头顶，美债规模持续膨胀，每年光利息就是天文数字，利息支出已经超过军费的总额，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大洋彼岸的日本日子同样不好过，日债风险高悬，债务占 GDP 比重高的吓人，大把军费靠发国债硬堆出来。现在日本派军官跑到北约，跑到乌克兰周边，玩命的学习俄乌战场的实战经验，钻研无人机消耗战、长期对抗的打法，疯狂扩军，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于是网上就流传一个非常惊悚的逻辑：美日两个国家债务火烧眉毛，历史上有些国家危机的时刻，妄图依靠对外发动战争转移国内的矛盾，依靠战争来化债。那现在的美日会不会复刻旧剧本，主动挑起大规模冲突，用战争转嫁债务危机？以史为镜可以通古今。这儿我们必须用历史好好的戳破这个幻想。很多人神话战争化债，仿佛打一仗债务立马就烟消云散，万事大吉。事实是个啥？战争化债本质是一场豪赌，只有一种情况，战争可以短暂稀释债务，就是速胜，快速掠夺资源，资本大规模回流本国，战争时间短，代价可控。一旦陷入持久战，战争本身就是一台吞金巨兽，只会让债务雪球越滚越大。看一看历史，一战之后，德国背负巨额赔款，债务压垮国内经济，走上战争道路。后来换来的是什么？全面战败，国土被分割，国家打碎重来，代价是整个民族的浩劫。放到今天全球化战国时代，核威慑高悬，大国之间根本不存在轻松速通的美梦。一旦开打，代价是双向的，不是单方面的收割红利。
网上很多人脑洞大开，美国为了化解债务，直接全军出击打击伊朗。我们就算抛开军事胜负不谈，单单算一笔经济账，一旦中东大规模战火燃起，霍尔木兹海峡动荡，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美债市场非但不会得救，反而会直接遭遇剧烈冲击，利息压力只会进一步恶化。打仗烧的每一分钱，全都是新增的债务，想用打仗解决债务，搞不好旧债没消，新债堆成山。再说日本，很多网友说得很透彻，日本想靠战争化债，搞不好直接把自己整个国家彻底给化没了。日本是岛国，资源匮乏，战略纵深几乎为零。学乌克兰打消耗战，乌克兰背后有啥？整个北约源源不断输血，这边一旦东亚爆发冲突，谁来给日本源源不断的兜底？债务危机还没有化解，自己先被战火拖入万劫不复之地。所以战争化债听起来是一个出路，实际上是一把双面刃。赌赢了尚且难说，赌输了就是万劫不复。美日的政客当然看得见这个风险，但是风险不等于零。债务高压之下，不代表他们不会主动制造局部冲突，搅动地区局势，制造动乱，吸引资本回流，这是可能性很高的操作。但是直接掀桌子开启全球世界大战，门槛极高，核威慑、经济互相绑定，两道枷锁死死锁住全面大战的可能性。咱们再回到开头那个热门的猜想，美日乌北约印度对上了中俄朝伊斯兰阵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大集团对抗真的会到来吗？这儿一定要厘清现实，现在的世界不是一战二战那种完全绑定，一开战全员必须下场的刚性军事同盟。很多国家是多重利益交织，同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上跟 A 合作，安全上跟 B 打交道，外交上两边周旋。外加同盟本身内部也有分歧，并非铁板一块。印度也是典型的左右摇摆，不会无脑绑定某一方阵营。全球化战国时代是合纵连横，多方博弈，局部摩擦不断，代理人冲突此起彼伏。但是并不等于立刻全世界打成一团，千万不要把复杂的大国博弈简化成红白两大阵营打游戏对线，除非下一个始皇帝出现。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对于这个不幸的世界来说，最幸的事儿是个啥？版本答案习大大早就给了我们，打破修昔底德陷阱才是真正大国担当。中国努力的方向就是全力打破西方千年无解的修昔底德定律。几百年来，西方大国更迭全部逃不出这个诅咒。斯巴达是瑞典，德国跟英法，苏联跟美国，新兴崛起必伴随血腥博弈，全面对抗甚至世界大战。这也是西方一直恐慌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根源。他们的历史里没有和平崛起，只有成王败寇的零跟厮杀。但是今天中国用一场6000公里的体系远征，直接颠覆了这套西方宿命论。我们有比肩顶尖强国的远程投送、体系作战、全域威慑能力，我们拥有足以改写地缘格局的硬核实力，却不结盟、不对抗、不争霸、不胁迫。别的大国强军是为了掠夺资源、收割世界、压制对手、挑起阵营对抗，中国强军体系出海、跨境联训，是为了维稳格局、输出平衡、提供备选、守护和平。我们手握顶级战力，却从不主动制造冲突。我们跻身世界顶尖强国，却始终坚持平等共赢，用实力止战，用格局破局，用合作替代对抗，用多元平衡替代零跟博弈。这就是中国独有的大国担当，也是打破修昔底德陷阱的唯一出路。道德经有言：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西方信奉强者必霸，中国践行强而不凌，大而不凶。这也是全球化战国时代中国给混乱世界交出的最优解。强大不代表战争，崛起不代表颠覆。真正的大国实力是拥有毁天灭地的能力，却选择守护万家和平。所以同志们，咱们绕了一大圈，再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美日乌北约印度对上了中俄朝伊斯兰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到底会不会来？我的答案是，没人敢保证不会。但真正聪明的国家都在想办法让它不要来，因为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战争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我有10万大军，你有8万，咱们约个地儿决斗。现在是个啥？卫星在天上盯着，导弹在地下藏着，金融系统在背后算着，
能源价格在市场上跳着，供应链在全球到处缠着。真要把世界大战这个按钮摁下去，恐怕最后不是谁赢得漂亮，而是谁先发现，哎，怎么全桌子的碗都给摔了。这才是全球化战国时代最残酷的地方。今天世界真正危险的不是某一个国家突然变得特别强，而是所有国家都越来越强，越来越不信任彼此，却又越来越离不开彼此。这就像战国七雄，秦国不敢轻视赵国，赵国不敢得罪齐国，齐国呢又防着燕国。今天的世界也是一样，美国有美国的算盘，中国有中国的底牌，俄罗斯有俄罗斯的红线，印度有印度的野心，中东国家有中东国家的生存智慧。大家嘴上说朋友，手里攥的是利益，合纵可以，连横也可以，今天握手，明天谈判，昨天合作，今天竞争，这才是真正的全球化战国时代。所以别看到一架飞机飞到哪儿就急着给世界贴标签，谁投靠谁啦，谁背叛谁啦，第3次世界大战马上要开始啦。兄弟国际政治不是狼人杀，不是谁跟谁坐一桌，谁就是谁的铁杆。真正成熟的国家讲究的从来不是站队，而是增加自己的选择权。而这恰恰是文明之音2026最值得琢磨的地儿。6架歼16飞过去，表面上看是飞机在飞，实际上飞过去的是远程投送能力、体系协同能力、外交协调能力、海外保障能力，以及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大国空军的自信。更关键的是他没有飞去占领谁，没有飞去逼谁签下城下之盟，没有飞过去告诉中东国家你们必须选我。恰恰相反，中国展示的是我有能力来到这儿，但我不要求你们必须站到我这边。这句话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放在国际政治里分量非常重。因为真正的大国不是天天逼着你证明是不是我的朋友，而是即使别人不站在你这边，你依然有能力跟他合作，这才叫格局。论语讲君子和而不同，放到今天的国际关系里，可能就是一句非常朴素的话。你可以跟我意见不同，可以跟美国合作，可以跟俄罗斯合作，可以跟欧洲合作，没关系，别打仗，咱们什么都可以谈。这才是一个成熟世界应该有的样子。所以我越来越觉得中国真正想打破的可能不仅仅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而是想打破一个困扰人类几千年的老剧本。强国崛起，旧霸主恐惧，双方猜忌，阵营对抗，军备竞赛，擦枪走火，全面战争。这个剧本人类已经演过太多遍了。雅典跟斯巴达演过，欧洲列强演过，一战演过，2战演过，冷战又演了一遍。难道到了21世纪，人类还要继续把这部老电影重拍一次吗？而且这一回还是4K、8K、IMAX 版本，那就真成了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来没有真正从历史中吸取到教训。所以真正值得我们期待的不是中国什么时候成为新的霸主，而是中国能不能证明一个国家可以足够强大，却不必靠战争来证明自己的强大。七国当年争天下，合纵连横几人知？今日全球棋局乱，金融能源皆坐起。东边风起西边浪，海上云翻陆地危。昨日握手称朋友，今朝算盘各自推。不是天下分黑白，而是群雄各有谋。战国未必刀兵起，人心博弈更难修。若问天下谁为王，莫把强势论英雄。能让天下少流血，方是真正大国风。我是白放大招大招，点赞关注，下期再见。